我们开封双梅泡酒，去年测试过3款梅子，穿透力和清透感最好的是胭脂梅，但是后口少了一点特点，所以加入了乌梅来增加后口的滋味。酒体是沉稳大气的棕红色，入口依然是梅子的梅香，随后转化成梅子的果甜，后口是乌梅的烟熏感和胭脂梅清香感的融合，比单独胭脂梅丰富了后口的层次。回味时，胭脂梅略带穿透力的果味又回来了。加入乌梅的梅子泡酒，让梅子的果香重叠出现，乌梅有丰富的层次，比单独梅子泡酒口感更胜一筹。双梅泡酒，个人感觉是超5星加。草莓威士忌泡酒的检测报告出来了，总酯含量偏低，但陆酒检测标准里总酯限于酒精度大于25度的陆酒，而我们的酒精度是22.8，所以总酯含量理论上可以不做判定。然而当酒精度小于等于24的时候，需要按照国标2758来执行。于是我又送过去3瓶检测沙门氏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，10天后收到结果符合要求，所以这批酒从理论上讲是合格的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泡酒的度数高于25度，那总酯含量就是不合格的，那么就是不符合标准的吗？抱着这个疑问，我又分别查了伏特加、威士忌和白酒对总酯的要求，发现我们白酒的要求是大于等于某个值，而伏特加和威士忌的要求是小于等于某个值。总酯含量的指标在构成我国白酒独特香气中起到重要作用，而伏特加为多次蒸馏而得的最纯净的酒，所以总酯含量越小越好。而威士忌大约70%的香气都来自于橡木桶的浸泡，橡木桶滋味是否会改变总酯含量，以后再做实验，但水果香气在改变总酯含量上作用微乎其微。这次泡酒又带出来几个疑问，以后慢慢解决。这几天我会分装酒，再选定逐个联系以前填过表的粉丝，随后邮寄给大家免费品尝。关于泡酒，收到最多的私信是开封过滤后的沉淀问题。其实绝大多数都是果渣，果渣的多少跟过滤的目数有关，过滤部越细，后期的果渣越少，不是像棉花一样的絮状沉淀，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还有一些朋友问，水果泡了1年是否能喝？理论上高度数的酒泡的水果长时间是可以喝的，但是浸泡时间太长，泡酒里会出现一些陈味，喝起来没有水果的清爽感。所以多数的水果浸泡周期都在2到3个月为最佳，水果的清爽和果味融入到酒中的口感是最舒服的。还有经常喝酒的人会说没有酒味，就跟我家老爷子一样，我每次泡酒都会给他邮寄，他每次都说没有酒味，跟果汁一样。后来测试发现，用高度浓香酒作为基酒泡好的果酒，入口会是醇厚干柔浓香酒的滋味，中口会是果香，后口一般是果香和浓香的融合，整体果香比较饱满，同时浓香酒自身的美妙也会被很温柔的表现出来，所以浓香酒泡酒比较适合爱喝酒的人群。8月份我家老爷子过生日，我决定买一瓶好的浓香酒给他泡一次红茶荔枝酒，正好看到小糊涂仙珍藏52度浓香型，购买时发现还有开盖见惊喜的活动，有50红光和雅迪电动车等奖品，我非常期待能中一辆车，哪怕是电动车。只中了6块6毛6，有中到车的朋友记得给我分享一下喜悦。开始泡酒，先放入红茶，再倒入酒，冰箱冷萃1天后过滤出酒，再放入清洗好的荔枝和冰糖，静待3个月，正好8月开封。大家有关于泡酒的问题直接私信我，一般看到后我都会回复的。去年做的红茶荔枝泡酒非常受欢迎，茶香呈现在后口，果味呈现在中口，果香和果甜呈现在前口，水果和茶搭配得当的话，整体的层次会非常的饱满。水果这2年基本上都泡遍了，接下来打算研究茶叶。现在一听到某种特殊的天然香气，就会莫名的兴奋。听闻吴裕泰的恩施玉露在制作上多了独特的裕泰密配工艺，比其他恩施玉露的海苔香多了一些馥郁花香，听着都让我心动。买回来先试泡一下，85度温水热泡的方式，茶香和花香都比较自然舒服。冰箱冷萃一晚的方式会多一些茶叶的甘甜和海苔香，而且天然花香更为突出。所以我决定采用冷萃的方式，希望独特的花香和海苔香能微妙地呈现在酒中。
酒的冰点是酒精度减1除2，如果是40度酒，40减1除2等于19.5。那么这个酒精度放在零下18度的冰箱是不能结冰的，所以先降度，提前1天先将蒸馏酒调至15度后冰冻。结冰后用冰滴的方式可以取自然茶香的茶碱。因为最终我想要淡淡的茶香，所以水果香气不宜太足。最终我决定选用梨，随后加入少量黄冰糖，再倒入5裕泰的恩施玉露茶酒，浸泡2-3个月后，我再来开封品尝。为了给粉丝们送酒，我竟然学会了自己做朗姆酒。起因是这样的，前几天在菜市场看到甘蔗1块钱1斤，我就想到了第一批送的红枣朗姆泡酒，有的朋友希望售价是50元，可这个价格还不够朗姆酒钱呢。如果一定要降低成本的话，莫非要自己生产？这个想法一旦闪现，作为动手能力还不错的我，不试试怎么能甘心？查阅资料发现，制作朗姆酒也不复杂，设备只缺蒸馏器。不过一想到买10斤甘蔗只需要10块钱，这点小投资根本不算什么。我高兴地买了10斤甘蔗，先回来试验。上等的朗姆酒需要青汁发酵，我需要叫它们削皮榨汁来取得青汁。可切开之后，怎么里边是黑的呢？竟然全都是黑的！哎，上当了。怪不得旁边的摊位需要3块钱1斤呢。可2000多的紫铜蒸馏器都已经发货了，我不能放弃，只能再去买3块1斤的甘蔗。还没见到青汁，先损失了10块。不过一想到能出酒，这点损失根本不算什么。这次的甘蔗没有问题，削皮、榨汁、压榨。最终30元的甘蔗出汁3斤7两左右，加入活化好的酵母，等待发酵结束后就可以蒸馏了。资料显示，最早的朗姆酒是用糖蜜发酵制作的，我想对比一下，于是我又买了5斤糖蜜来试验一下。毕竟2000多的蒸馏器都买了，这点材料根本不算什么。糖蜜加水稀释后，加入酵母，等待发酵结束后再进行蒸馏。葡萄发酵后形成的酒，在蒸馏前就是葡萄酒，蒸馏之后就是白兰地。按照这个逻辑，甘蔗在发酵后蒸馏前也应该叫做甘蔗酒。尝下口感，就是甜水加酒精的滋味，不好喝，还是蒸馏吧。开始出酒，第一次蒸馏共计约700毫升，酒精度30度。第二次蒸馏，最终出酒300毫升，酒精度68度。同样的方式，把糖蜜原料进行2次蒸馏，最终得到70度原酒300毫升。青汁发酵后的蒸馏酒闻起来更加清爽干净，糖蜜发酵的没有清爽感，多了一点焦糖香气。不过新酒口感都太冲了，不好直接喝，还是用来泡酒喝吧。先把酒降到30度，加入蒸好的红枣，用自己做的朗姆酒泡红枣会是什么口感？10天后我们来对比一下吧。最近是梅子上市的季节，答应大家的青梅酒今天开始制作，等6个月检测合格之后，还事前邀请100位粉丝免费包邮品尝。我生平第一次喝的泡酒就是青梅酒，是一个朋友自己做的，当时口腔瞬间被青梅的酸爽穿透的感觉，至今记忆犹新。前年做了不同品种梅子泡酒的测试，去年做了不同基酒泡酒的测试，综合2年的经验，我感觉二锅头浸泡的最终口感是酸爽度和穿透力最舒服的，所以这次就用这个组合。我做研究和实验比较在行，生产和销售经验不足，所以想问一下大家，我这种先邀请粉丝品尝，再根据反馈调整，直到大家满意后再考虑生产销售的模式，大家觉得如何？有什么建议欢迎随时跟我沟通。上次花半个月时间做出了朗姆酒，利用它泡了红枣，今天我来品尝一下口感，再测一下很多人关注的甲醇是否超标。先检测一下自己做的朗姆酒，结果显示没有问题。再测一下泡好的红枣酒，理论上来讲，如果原酒没有问题的话，泡酒是不会出现甲醇的，因为泡酒过程并没有发生化学反应，只是萃取和溶解的物理变化，水果的果香和果甜融入酒中，同时吸走一部分酒的辛辣和杂味。而我们担心的甲醇是粮食或水果中的果胶物质在发酵过程产生的，而泡酒时没有加入酵母，所以也没有发酵的过程。可是我的检测结果却从颜色上来看，虽然符合小于 0.6 的国标，但我还想弄明白为什么和原酒不同。于是我翻阅资料，发现陆酒的国标里没有检测甲醇的指标和实验方法。我又翻阅之前的检测报告，是按照国标 5006.266-2016 来执行，发现原理是先蒸发掉酒中的不挥发性物质，然后再检测，所以直接检测泡酒的方式应该是不对的。于是我继续用之前买的实验室蒸馏装置，50毫升酒，50毫升水，然后蒸馏，最终取50毫升蒸馏液来测试，结果显示一切正常。好了，现在可以安心品尝了。用蜜糖发酵的后口是黑糖和焦糖的滋味，但过于浓厚，盖住了红枣的香气。用甘蔗青汁发酵的口感更加干净，完美的把红枣的香气呈现了出来。
还微微有一点甘蔗的清甜。或许是因为自己做的原酒，总觉得比之前泡的都好喝一点。黑糖的滋味给了我一个新的灵感，如果泡酒后口滋味不够的话，或许可以把冰糖换成黑糖。最后品尝一下蒸馏液的口感，枣香主要在前口，蒸馏会损失掉一部分果香，还有酸、糖、颜色等不挥发的物质，它们留在剩余的液体里，所以这杯无醇版的红枣酒，果味、甜和层次感都有，比煮的红枣水更加清透好喝，又是一个意外惊喜。前段时间，共计花了将近3000元，邀请了100名粉丝品尝第一批红枣朗姆泡酒，有35.9%的朋友反馈过甜，所以我决定试验一下用不加糖的方式浸泡，这样的话，酒中糖的来源就只有红枣本身了。还有20.3%的朋友反馈酒的刺激口感明显，检测报告显示酒精度为30.4度，所以我用浸泡前降度的方式，试验一下降到20度左右的口感。我们品尝对比一下口感，我觉得两款的甜度比以前明显小了，两款的红枣香气降度后的弱了一点，但不明显，而降度后酒的刺激感明显减小了，这应该是大家想要的口感。大家期望的价格中，很多人选择的是50左右，虽然现在的成本还 hold 不住，但距离这个预期价格又接近了一些。既然要出产品，那接下来就得严谨再严谨，对酒精度和含糖量都要做数据化的检测。以往我都是邮寄给检测机构，一个产品下来检测费要花掉大几百。查阅大量资料发现，基础检测并不难，而且我对自己检测和机构检测的结果做了对比，基本上没有差距。要测泡酒的酒精度和糖度，需要把酒精和糖分开，于是我又买了一套实验室蒸馏装置，毕竟跟检测费相比，这点付出根本不算什么。取50毫升水，再加50毫升酒，先蒸馏出50毫升蒸馏酒，用它来测酒精度。因为糖不会被蒸发，所以用剩下的50毫升来测含糖量。最终得到两款的含糖量分别是19%和18.6%，酒精度分别是18和32。接下来我打算用降度的配方再泡一批送给大家，因为前一段时间泡了一批草莓威士忌要送给大家，所以现在没有空闲的罐子，私房钱也用光了，所以只能等草莓威士忌酒送出去之后省吃俭用攒点钱，然后再泡红枣朗姆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吧。看这蒸馏出来的红枣酒，大家觉得会是什么口感？评论区有先答对的朋友，下次红枣朗姆酒我会优先赠送。